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。为什么要跟我姐夫在一起啊？是因为钱对吧？随便你怎么说吧。其实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如果只是为了钱，你专心伺候好他就行。为什么还要打工呢？而且还不是那种玩玩而已，是非常卖力气的去干。刘月莹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连她都没有告诉，憋在心里很难过吧？既然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，你说说又何妨呢？既然我一直忍住没有跟任何人说，现在也没有必要跟你说。如果你是因为好奇，那请你收起你的好奇心。我只想说的是，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不怨任何人。或许我可以帮你呢。儿子啊，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？3年前，我去维也纳出差，你特地过来看我。已经3年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回来也不告诉我？听老陈说，你对这间餐厅情有独钟，为什么？我和你爸离婚的事儿，你到现在还没办法释怀。你不是从来不想提起这件事的吗？怎么今天反而主动提起来了？我不提，是因为我认为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人应该要往前看。可是到现在我才知道，我儿子不但没有往前看，心里的结反而缠得更紧了。妈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你怎么回来也不告诉我？因为我想先弄清楚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你到底对涂文斌的女儿做了些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可能是我觉得你不该是那种女人吧。再加上刚才那么一闹，你为了维护我，几乎要揭穿自己的身份。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是个坏女人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不想重提旧事。事情过去了才算是重提旧事，现在还没有过去，你还是他的人。算是我警告你吧，如果让我姐姐知道了你的存在，你的下场会很惨。苏珊珊为什么会退出影视圈？难道你不知道是谁做的吗？如果我会有那样的下场，那也是命中注定吧。那好啊，既然你要是这么想的话，那我劝你，还不如现在死了干净呢。过来坐。2年前，你在给我的电邮里第一次说出了他的名字，我当时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可你后来再也没有跟我提起过他。直到上个月，你又再提起他，你说是他欠你的，这笔债应该由他来偿还。我追问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你却又绝口不提了。所以我想，我必须回来了。我没有对他做过什么。是吗？那么上个礼拜，不是你把他弄得一身伤的吗？古医生是你爸的至交，你当然会把他往古医生那送。正好那天我刚回来，也到古医生那做常规体检，就这么碰上。当然我没告诉他我是谁。他怎么说我？我问他，那个人是你男朋友吗？他说不是。对啊，我的确不是她男朋友。那么你是他的谁？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问他？既然你回来是为了他，就算你们没有在医院碰上，你也会千方百计去找他的吧？如果你认为我回来是为了他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回来是为了我的儿子，你要报仇，你要不择手段地拿回失去的一切，可以，都没问题。
可是你如果把仇恨发泄在一个无辜的女孩身上，那你就走偏了。我不能看着我儿子一条歪路走下去。妈，我跟他之间的事，请你不要问，也不要管，好不好？你想我不管不问，我当心将来后悔的是你。妈怎么了？不舒服？没有，有点头疼。这儿怎么到处都是这种花呀？这花的香气太霸道了，真让人受不了。那我们走吧。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不要再问了，好吗？你不是一直很想知道我和你爸是为什么离婚的吗？是，我是一直都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分开。我问过你很多次，可你从来不肯告诉我。如果今天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真的很想知道。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，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是怎么盯上这个女孩的？儿子，告诉我，妈想帮你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不是想让你帮我什么。你应该知道，是没有人能够斗得过他的。是吗？我一直有一个疑问，也许你能够给我答案。好啊，如果知道答案的话，我一定告诉你。不过为了公平，你要先回答我的问题。的确很公平。大二那年，我父母车祸过世，舅舅把我接到了家里。舅舅家境只是小康，还有个女儿也要读书。我于是到了一间餐厅打工，想挣点学费。来了，那我去给您倒杯水吧。餐厅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客人，因为他每次来，一坐就是大半天，除了点单和买单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他总是很安静，一动不动的，安静的好像根本就不存在，却又让你每一分、每一秒都感觉到他的存在。他不常来，大概每个星期才来一次。后来我知道他是个商人，要东奔西跑，到处出差。一开始，我并不知道，她就是童文斌的女儿。服务员，干嘛不理我？服务员，先生你好。你们什么服务态度啊？喊你们干嘛不理我？对不起，可能他在忙。您有什么事啊？你们什么餐厅啊？昨天太咸了，今天太淡了，咖啡还是苦的。不好意思，我马上给您换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哎，您的咖啡凉了，要不要给您换一杯？好。好，马上给您换。那个人挺讨厌的，其他服务员都不理他，只有你一个受得了。没事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没事儿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没错，这是你父亲生前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我爸是白手起家，一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到处遭人白眼，我看着就很生气，很难过。可爸爸还是会笑着跟我说：“小千，没事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”后来他生意做上去了，发达了，这句话还是经常挂在他嘴边，可口气已经不像从前的委屈
人也，是扩大。没错，这就是我的爸爸。他也忍得太久了，忍了10年。他忍了10年。你不知道他家里的事啊？我不知道，我没问过，他也不会说。我宁可对他一无所知，尤其是他的太太，我假装不知道，他是个有妇之夫。这样的话，我才不会觉得自己有那么的脏。然后呢？后来，那个客人突然不来了。本来他几乎是天天来的。过了没2天，我才知道，他把那个餐厅买下来了，而且命令不准招待那个客人，不做他的生意。他是那个餐厅的老板？是。那他买下那个餐厅，是为了你吗？是为了我吗？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他怎么可能是为了我把餐厅买下来呢？我凭什么呢？可能他是太有钱了，也许他太讨厌那个胖子了。你竟然把整个餐厅都买下来了？我有钱啊！如果你没跟我说刚才的事儿，我还以为你买下这餐厅是为了我和你爸的事儿。有一半是为了这个原因，另一半是为了他。怎么可能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喜欢我经常去的地方有那么一个讨厌的人在。难道没有一丝一毫是为了他？你以为我喜欢他呀？像她那种个性那么好的女孩，一般来说很容易被男人喜欢的。像你说的，像她这样的一个女孩，一般的男人都无法抗拒。就算我是喜欢她，那又怎么样？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过眼云烟吗？你真的对她没有好感？对，我承认，她的确是有一种让人很舒服的感觉，永远脸上挂着笑容，但同时又很安静，安静的让你几乎不会察觉到她的存在。可当你需要她的时候，她就会出现。当你咖啡凉了，她就会过来问你要不要换一杯啊？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他会及时跑过来，问你是不是要结账，仅此而已。你到现在还是这家餐厅的老板？一直都是。难怪还没关门大吉，原来幕后大老板是莫总。其实啊，这餐厅的生意真的不怎么样，这几年来我一直在亏本。你竟然肯做亏本生意？你知道风信子是什么花吗？那种花，花香气味浓烈，不是太多人能接受得了的。就像他一样。那你有知道风信子花的花语吗？我没兴趣知道。好吧，那然后呢？然后，日子很平静的一天天过去，他忽然没有再来了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是1个月，因为月头正好是我父母的忌日。就在过了我父母忌日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到了月底，他又出现了，然后他约我吃饭。我不敢答应他，便婉转地推了。过了1天，经理忽然说餐厅需要装修什么的，要关门1天。到了晚上又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回来打点一下。
然后你当晚就回去了，结果发现一个人都没有，只有他一个人在等你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他的行事作风总是出人意表，相处多了，也不难摸清他的套路。你果然很了解他。人与人之间，不应该多些了解吗？我不了解他。怎么样？不喜欢啊？我怎么会不喜欢呢？但是什么？虽然我不知道这条项链有多贵重，也知道有钻石镶着，一定不便宜，但是一个男人送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就是再笨也明白。那你怎么说？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我们是不可能的。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女孩，面对这样的诱惑却不动摇。换作是我，说不准马上就跟你跑了。你是终于知道了他的身份，才准备出手的。是。其实我很少来这里出差，但是只要我有时间，我就会来这里。而且我会做2件事：第一，就是来这个餐厅坐一会儿；第二，我一定会去他父母的墓地去看一看。他们出卖父亲，害死父亲，即使他们已经死了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，也要让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我。然后你就马上去查他的身世了。是。当时的心情怎么样？很失落。什么意思？你在挣扎什么？我没有挣扎什么。你知道她是童文斌的女儿，却一直犹豫，终于等到1个月后才出手。这段期间你在挣扎些什么？因为你发现了她的身世，终于找到了报仇的对象，可你心里明白，她是无辜的，是吗？看来我儿子还没有那么坏。最后是什么刺激了你？当我发现了他的身世之后，我开始失控，每天监视着他，什么都不做，只监视他的一举一动。装好了？好。回家了啊？
你说的对，当时我还不知道该拿她怎样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了她和男朋友在一起。你是因为看见她和她男朋友在一起，所以你嫉妒？带我走，带我走啊，小山，小山。不是。你爱上他了是不是？不是。那是为什么？那是因为我受不了。他还能活得那么开心，既然我一辈子都不能幸福，那凭什么他就能幸福？那为什么这里摆满了风信子，连餐厅的名字都改作风信子？风信子代表什么？爱情、嫉妒、悲伤、怀念，还有赌注。你口中的莫少谦，对我来说还真是有点陌生呢。可是他是用什么手段把你弄到手的呢？对不起啊，我说话有点重。无所谓，整件事情本来就很肮脏。那顿晚饭之后，我就辞掉了工作。他也没有再打过电话给我。我以为整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家里的气氛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，就连平时活泼可爱的表妹都一反常态的沉默下来了。他家给他的女儿补习数学。我送你的那个小狗还在吗？在。我给它取名可爱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你没有跟我说过。可爱，可以爱的话，不要去恨。妈，如果你知道我用什么手段去得到他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我没有爱上他。你爱一个人，绝对不会用这种手段。请问您是？您好，我是同学，我是来给汪叔叔女儿补习的，请进来。莫先生，冯小姐来了。进来吧。谢谢。
很准时嘛。来，吃点点心吧。怎么是你？你辞了职，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，那我只好另外想办法了。汪叔叔跟你是一伙的。我很感激他帮了我一个大忙。莫先生，我以为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根据刑法第383条规定，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以上的，处10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并处没收所有财产；情况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，并处没收所有财产。数数那些零，估计你舅舅这下半辈子都要在牢里面度过了。你想怎么样？我也想通过正常的方式来追求你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你那么清高，而且我这个人非常没有耐心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你也不值得我浪费时间。事情很简单，只要你给我我想要的，我保证这些证据都不会出现在反贪局。撕，都是复印品。撕不够，我这还有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吐。不，我说话不喜欢说第二次。我现在就给局里的朋友打电话。不要！我不想再说了，我真的不想再说了。他舅舅的罪证是真的吗？有必要伪造吗？他父亲是个卑鄙小人，他舅舅也是。有个这样的父亲和舅舅，真难为这孩子。有我这样的一个儿子，你也很失望吧？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这做母亲的难辞其咎。不要用这种可怜的眼光看着我，这一切我无从选择。其实，我也可以不管舅舅的死活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哎，你舅舅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想，他做梦也想不到，他的那个朋友是那么坏的一个人。我也不想让他知道。他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你自己有什么打算？如果他一直不肯放你走，你怎么办？不会，他总有一天会放我走的。怎么说？他不过是拿舅舅来要挟我。只要舅舅不在，他就什么都不是。我会把舅舅他们都送走。只要他们愿意，我会把他们送出国。你是说去移民？那需要很多的钱啊。他心情好的时候，就会送我戒指、项链什么的。他那么有钱，送我的东西都价值不菲。我也不会装清高，他送给我，我就收下。等我凑够了钱，我就偷偷的把戒指、项链都卖掉，然后把舅舅他们都送出去。前2个月，他送了我一只很大很大的红宝石戒指。
可是那天发生了一些事，我很生气，没有收下。之后还后悔的不得了。不过还好，最后那个戒指落在了我舅妈的手里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想再说了。反正到了那一天，我把舅舅他们都送走，我就会离开他。如果他肯放过我，我会感激他；如果他不肯放过我，那就同归于尽吧。真没看出来，你也会深谋远虑啊。当你跟着一个魔鬼生活了2年，你多多少少也会学会一些手段吧。你会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？我为什么要说出去啊？